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DIY 行业有一个好，那就是总有配件在涨价。只要你纠结配不配电脑，那总有挡键盘是可以劝退的。反观我们 BU 就人均分析大师，什么东西都能给你找出合理性来。你要文字办公，配电脑。移动端 Office 它只能够理解万岁。功能残废的东西，那能用吗？你要 Game 配电脑。这区的ONS、KRKR 模拟器才能兼容多少东西啊？万一你要玩的碰巧就打不开呢？你要看视频配电脑弱机移动端这个播放器看个特效字幕都特费劲，一点都不过瘾的。讲了这么多主要就是凑一个开场的食堂。那这次呢，我们来推荐一下双十一的版油套装。其实老实说行情怎么样都好虽然这个内存价格都已经翻倍了，固态也涨了不少。双十一买电脑呢，一定要比9月份贵不少。但这东西短期内它也改变不了了。雷总都说了，内存涨价太多了，这手机都要涨价了。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我们这份诚意。憋了这么久，没月评版油了不吐不快。低价位的那肯定是 Ryzen 5 5600了这颗又经过了10年的检测实为低预算装机领域的青天白玉柱，架海子弟娘了。目前650元的价格还算可以吧。主板推荐两张，一个是微星的 A520M-A Pro300元左右，另一张是华硕的 B50M-K ARGB 480元左右它俩提供的供电都足够带5600了，大概就是1000元左右吧，搞定一套版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两张主板的价位不同，所以说功能上就是丰俭由人。B50M-K ARGB 可以打开 PPU支持 PCIe 4.0，还多了一个 M.2 的插槽与前置的 Type-C， 配机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已经拿个 APP 开搜的人会发现，它还有一个名字里面不带 ARGB 的衍生型号。价格浮动了22块钱，有什么区别呢？非 ARGB， 字面意义呢就是去掉了 RGB 的接针，玩不了灯了嘛。至于工业方面呢，应该是一样的虽然说有4内存插槽算是升级的，但是也去掉了前置的 Type-C 和2个后置的 USB 2.0， 两个版本各有特色吧。但是我估计大家应该会更喜欢 ARGB 的版本。特别提示就是不要去买 R5 5500。那这颗 U 呢，乍看型号与5600是相似的，还便宜了一截，但它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了。PCIe 降级到了只有 3.0 不说，那最关键的是 L3 砍半了，只剩16兆了。游戏性能明天要更差一点。以我们的观念来说呢，就是这个钱是不能省的。5600虽然说便宜但是既不凑合也不妥协满血的 Zen 3架构配一张 B550是能够上 PCIe 4.0的。那只打游戏的话，一路带到5090其实都不算特别离谱。如果说5600差的价格差不多的话，那也是可以买的就当加钱买一个更好的体质了。除此之外的 AM4 平台的全新版优就建议到此为止了其他 AM4 就是新的不太划算，就建议可以去买二手了。2025年的 AM4 平台就是纯粹的存量竞争了。那各主板品牌当年的优质型号基本都已经是退市停产了，所以说你会感觉很难去挑主板就是B550M 重炮手倒是还能买到，但是比 CPU 还要贵了，那也就不属于合理搭配了呀。那英特尔这边对位的是 i5-140F 或者说 12490F， 这两个 CPU 呢，各方面其实都跟5600算是打的有来有回的如果说你纯粹就是不喜欢 AMD 的话，那么选它目前的价格 CPU 价格是750元左右。LG 170平台的主板是非常多的，但是你肯定不能给 140F 去配什么太极大雕超神 Extreme 女武神。实际选择大概还是 H610、B660最多 B760吧。低价位考虑一下微星的 H610爆破弹这个型号，那4+1的供电最高110瓦给 140F 是够用了。版油套装买下来大概在1000元左右，板子的话是一个单 M.2就凑合用吧。请注意就是我们在推英特尔的版油套装，只是因为它的价格更好一些。不信你去查一查这个5600版油的价格，你就明白了。那小加50元的话，版油套装还有一个技嘉的 B760MH， 那供电稍微好一些，来到了6+1+1谈不上什么质变。只是说带 140F 的余量会更大一些，但是升级到 B760芯片组的好处那个就太多了，就很容易就做出第二个 M.2不说 ，M.2 也是 PCIe 4.0的，抠预算嘛，那牌子什么的就不要想太多了。那某些观众可能会好奇那这么极限的价位硬上 B760有意义吗？
搞一块更扎实的 H610不香吗？这么说吧，我敢说大部分 DIY 玩家其实直到 H610芯片组之前，应该都是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最低端的H-X101芯片组的。因为这个序列阉割的实在太狠了狗看了都摇头。就哪怕 OEM 想好好设计的话，也没有什么发挥空间。我们就以公认最好的2块H110主板，华硕的 H110M-A、明轩的 H610 King 来分析一下。H110芯片组它关闭了 CPU 直连的4条 PCIe 通道，因此主板的 MDL 接口就只能从芯片组引出了。那我们查一下芯片组的规格好家伙，老土啊 ！Not 2, not 3, not 4, not 5, not 6, not 7，而是高达8条 PCIe 3.0。这波属于英特尔帮你去消费降级的。那既然拢共就有8条 M 通道，要么都给 MDL 得了。前面PCIe 别的可以不做，你网卡总得做一个吧？那既然有些网卡占1条，那这个通道所在的 port group 就只能拆成1+1+2了所以说 MDL 占掉了2条，剩下的最后1条闲着就闲着要不然就分给 WiFi 吧。对照下 H610M-A 的实物图，这主板上怎么还有1条 PCIe 乘1，总共用了9条通道。至于 H610 King 那就更妖了，这个板子的2条 MDL 呢都能上到乘4的带宽。千兆网口也有，甚至还允许去继续装 WiFi， 数下来呢，似乎比 H610M-A 还多1条通道，这是从哪批发来的吗？原因也让人哭笑不得啊。H610芯片组说是只有8条通道，那是只算通用 PCIe 的输法，实际上呢还有1条网卡专用的通道。此外呢，英特尔芯片组呢还有 WiFi 专用的 CNVI 接口，不占用标准 PCIe， 这就是隐藏的第10条通道。你先别急着高兴。想用这个第9条通道做网卡，那只能选用英特尔家的特定型号，因为类似于 L19这样的只包含 PHY 的 NIC 芯片只出了千兆版本，所以说呢，这个通道是做不出 2.5G 网卡的，你能接受吗？同理呢，想用 CNVI 做 WiFi 网卡呢，只能用英特尔自家的方案。同时呢，因为 H610所属的600、700芯片组设计较早，只支持到 CNVIO2，也就是 WiFi 6E 登顶了。不支持基于 CNVIO3 的 WiFi 7型号，比如 B201。回看一下这2张主板呢，明轩更激进，有线无线网卡全走的专用通道，把标准的 PCIe 全留给了 MDL， 实现了双乘4的带宽。而华硕呢就保守一点 ，WiFi MDL Key-E 的接口上使用了2条通道，这样呢既可以走标准的 PCIe， 也可以走 CNVI。这样能借用的 WiFi 网卡型号就更多了，但是相对的只能让第2个 MDL 降速，最终呢还剩下来1条 PCIe， 只能做成乘1接口。讲到这里大家想必能看出 H110 King 这张板子设计的是有多特殊了，就抄这个作业的代价太大了大厂是不太可能跟进的。反正量大的话会有价格优势不如做一些便宜的 B760。那有关 H-X10系列芯片的更多限制还可以看看我们前阵子出的这个明轩的 H810的评测我是觉得这些信息好比像詹姆斯和 DB 的绯闻没有太大价值，听个乐呵拉倒。也就是现在的 LGA 170的默契了，那信息都挖掘的差不多了我们才会讲说这些边角料的东西，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吧。那1000元价位的板 U 套装讲完了，加钱。850块钱左右可以升级到 AMD 的7500F 的 CPU 了，那架构就升级到了 Zen 4综合性能会比5600的话强出一个档次。虽然大家一直都在说新批次的体质不好，但是同价位哪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你真纠结体质，那么就自己去收老批次嘛。M5 的风头正劲可选的好主板很多。从便宜的看起那肯定就是5月份推过的蓝宝石 B650M 脉动的套装，1250元左右那是真的便宜。我看蓝宝石搞得不错 ，I/O 是极大丰富的，供电规模是基本足够，双内存槽相爱在第1槽位。如果再加上 ROG 的 logo 和 BIOS， 那脉动就是我们理想中的 B650主板了。好了，不刷宝了。很多同行其实测过这张主板素质 OK 的，你只要别整天惦记去升级 9950X3D， 那么它应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蓝宝石最近还给这张板子升级了新的 UI 的 BIOS，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当然1250元这种 bug 价格你不一定能蹲得到，就是其他你有选择吗？首推就是华擎的 B650M HMDL 加530元左右型号有点绕口，但是东西是好东西。双 MDL 超槽都来自于 CPU 的直连，还有一个留空的 MDL 接口，方便去装 WiFi。后置面板的话有一个无忧刷 BIOS demo，6+1+1的供电稳带 7500F， 太均衡了。这块主板单买即可套装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那这张板子默认是关闭了大家熟悉的 PBO2 超频功能啊，需要定压定频，但是可以参考视频教程去自行刷 BIOS 去解锁 PBO2 功能。推荐这个板子很重要的道理啊，就是它在 B 站的人气不低啊，大家想看教程的话，调一调的话，应该就能有相当不错的使用体验。如果说非得一线品牌的话，那就再加一点钱啊，1000万元左右可以买到 750F 加上微星的 B650M 爆破弹的套装。这个型号与华擎的那个规格是高度相似的，但是网口升级为了 2.5G， 同时标配了 WiFi 6E， 也多给了一个 M.2 的散热片啊，算是物有所值吧。或者说1520元左右的 750F 加上华硕的 B650M-K 套装，相比于微星呢去掉了 WiFi， 但是供电能更强一点啊，就看你取舍了。AM5 主流的 CPU 啊，可以引出2条直连 CPU 的 M.2 插槽，所以说我们推荐的板子都是双 M.2 起步。老实说，如果说一张主板连这个基本规格都要去阉割，那别的地方大概率做的也都比较敷衍了。那继续加钱啊 ，CPU 预算放宽到1000元左右，那就只有英特尔系列可选了，而且是好几个型号扎堆啊，50块钱一个档位，从低到高分别是 Ultra 5、225F、230F、i5、160KF、1340F、13490F、1440F、14490F。同一档的 CPU 啊，基本都是互为马甲，价格差不多情况的话，优先买数字大的。230F 啊，之前我们测试明轩 H80的时候用过，当时感觉是作为 Non-K 的型号，相比于前代的 i5 都有提升，但是没有拉开什么实质性的差距。英特尔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调低了这颗油的价格，最终它的板油套装价格还行吧。微星的 B850M-B 的套装1500不到，性价比喜人。这个板子是6项的 Vcore 供电，支持 PCIe 5.0，前后置 Type-C 都有啊，后置还是20G 的双2，最后还给你安排了5G 的网口。那同价位的还有七彩虹的 B860M GHA 的套装，那这个板子比微星的话增加了一个 M.2， 增强了供电和散热的装甲。网口的是 2.5G 的，但是标配了 WiFi 啊，也很均衡。七彩虹从 AM5 平台开始啊，那主板的产品力就比较强了。到现在的英特尔8000系的芯片组也无需担心。另外5颗 LGA 170的处理器啊，就一起分析的。在这个价位啊，你应该不会给 160KF 去配 Z 版吧？那么这颗 U 的话，也就是单核 4.9G 的睿频，那只能跑满睿频线下呢，其实相比于14490F 没有什么频率优势，它们和 160KF 是性能就是伯仲之间的。而且因为架构相仿、工艺相同、频率接近，其实最终的实际功耗也都是差不多的。建议是把这5颗 U 当成一模一样的东西，去找便宜的板油套装即可啊。比如说这个，选择的很多，主板型号也是千变万化啊，不用太死板。当然说 160KF 作为带 K 的 CPU， 内存可以上到3600 G2.1，1340F 的话就只能3200 G2.1了。两者的区别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说啊，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性能差距不大，没有必要去过分纠结。在 LGA 170平台的中后期啊，那各家板厂能调的基本上都已经调过了，就不再纠结谁家主板优化好这种鬼话了。那继续加钱的话，那么就全都是 AMD 的天下了啊。本来按照装机商的基本套路呢，14490F 上面应该还有一档 14600K， 那接着就是 13700K、14700K， 最后 14900K 了，甚至是 Ultra 7、Ultra 9了。但是在2024年啊，就英特尔产品线中能超频的 i7、i9 都被爆出了质量问题。就哪怕玩家只按照主板厂家推荐的设置使用，这些 CPU 依旧会蓝屏死机啊！大家可以搜索关键词啊，叫英特尔缩缸，去了解更多的详情。为此啊，英特尔发布了多次的固件更新，并要求主板厂家去配合更新主板 BIOS。其实我们测试发现啊，就更新后的14490KF 的跑分缩水了10%左右，而且继续更新过以后啊，能超频的带 K 的 i7、i9 型号的 CPU 仍然爆出了很多的不安定的案例，像 i9 14900KF、13900KF， 目前我们仍然每个月都会有客户去反馈缩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非常的痛苦。i7 14700KF、13700KF 就是略好一些，但也是半斤八两水平。甚至说啊，我更愿意相信很多 CPU 它已经缩缸了，只是用户还没有发现，或者说 CPU 已经缩缸，硬件损坏了，但是新的 BIOS 把 CPU 降频运行了，就是暂时还在苟延残喘。所以说，现阶段的用户都不怎么信任英特尔的高端 CPU， 就转投 AMD 的阵营了。所以说14600KF 就有些尴尬，就一般认为它的出厂单核最高也就 5.3G， 不算特别高，没那么容易缩缸。实话实说，我们目前也没有遇到缩缸的，但是我们是不想惹一身骚，所以就跳过了。那既然中高端 CPU 全部都是 AMD 型号，那分析起来就更简单了。
1300元左右的6500X，那相比于750F，它是一个全面改进的情况。同样的6核心，架构升级到了满血的任务，32兆的大3环，性能全方位提升，同时增加和谐。更方便用户装机时去检查故障，因为相比于750F的功耗是基本不变的，那主板型号仍然可以沿用华擎的 B650M HM2 加，不会有任何的瓶颈。同样的，微星的 B650M 爆破弹 WiFi 或者说华硕的 B650M-K 的套装都是可以考虑的。总之呢，在9600X 的套装控制在2000元以内算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再升级就是1700元左右的970X。先前提到都是6个大核的型号，这个还是第一颗8个大核的处理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游戏顶天就是8核心优化了，所以说对于游戏用途来说就是6核温饱，8核就小康了。那8核的 CPU 的供电要求提高了，因此华擎的 B650M-HM2 加和微星的 B650M 爆破弹的 WiFi 都不再推荐了。那华硕的 B650M-K 就基本是版本答案了，套装价格是2300元左右。不过既然说 CPU 都1700块了，我估计大部分玩家也能接受给主板去稍微加点钱了毕竟华硕的 B650M-K 这个版型看着还是有些盖。那么参考一下2500元左右的技嘉 B650M 战鹰 WiFi 的套装同样是8核心的供电，但是显卡插槽呢升级到了 PCIe 5.0。增加了第3个的 MDR 插槽，配备了 WiFi 6E这个也和我们之前在 AM5 平台的 PCIe 通道分析中提到过的典型版型，那算是比较均衡了。不过到了技嘉的 P850M 战鹰 WiFi 这个价位在大陆版上它会有一些性价比更高的型号大家可以按需选择首推当然是明轩的 P850M 终结者 Pro 的套装，升级到了12项核心的供电和双 EPS 8Pin配备扎实的散热装甲，那标准的4内存插槽的版型，那同样是3个 MDR， 还有2.5G 的网口，标配了 WiFi 和显卡快拆。不过明轩目前的 AM5 主板的 BIOS 还是老的纯文字 UI基本功能都有，但是应用性要差一些。最伤的还是不能免优刷 BIOS，目前只能进行 EFI Shells 更新如果说新手的话，还是需要掂量一下。还有七载豪最近才出的 B850M 超级黑刃以及其换皮版本 B850M 橘猫，10项核心供电和全覆盖的散热片那标准的4内存的版型，网卡升级到了5G 和 WiFi 7，支持免优刷 BIOS， 那可惜 MDR 只有2个。总的来说呢，相比于明轩的话各有胜负。970X 上呢还有2个8核的 X3D 的大缓存型号，980X 和780X这2颗 U 基本就是游戏中的 GOAT 和常务副 GOAT不多说 respect。 那只谈供电需求的话，这2颗 U 和970X 基本一样的，所以说华硕的 B650M-K、技嘉的 P850M 战鹰 WiFi、明轩的 B850M 终结者 Pro、七彩虹的 B850M 超级黑刃橘猫仍然去试用。不过都2-3千块钱 CPU 了，那主板再加点钱也行华硕的 B650EM 天选名字虽然叫 B650， 但实际上是今年才出的一个新的版型，也是支持 PCIe 5.0的，你直接当做 B850 就好。核心供电增强为8项80安，3个 MDR， 双内存槽，显卡在第一槽，是1000元价位绕不过去的一张主板。可惜就差了一个显卡快拆。接着是12核 CPU但是并不推荐只简单说一句，就对于游戏而言就双 CCD 6+6的型号基本就相当于6核，反向升级的属于是。而如果说你是为了多核性能去选择12核 CPU 的话反正你没选995X，无非是因为缺钱，就是说不如整点骚操作我们强烈推荐一个偏冷门的型号，就7945HX 的 IPX 主板，就将笔记本的16核 CPU 去焊在台式机上。7945HX 和795X 基本是差不多东西，那配上台式机的散热，解开功耗之后呢，用起来和795X 是没什么区别的。而且因为省局的芯片组，所有的 I/O 都是直接从 CPU 引出的，所以说相比于标准台式机的 CPU 加主板套装要便宜一截2000就能入手了。当然缺点也是有的，就版优只有1年的保修，默认用的是 ES 正显的 CPU想要正式版的话得加点钱。厂家更新 BIOS 的话还挺积极的，但是目前不支持 eXPU， 所以说内存超频参数的话还得去手调。16核的995X 这颗 U 就只建议工作用途了。至于什么样的工作用途，你应该比所有人都清楚呀，不然是你从业还是我从业呀？那正经用途的16核的工作站，那只推荐大厂出品的、供电充足的中高端主板起步的，也就是像周炮手迫击炮电竞丢就随你开心就好。那更高级的像什么吹雪刀锋其实你都可以。但如果说你非要问最好的是哪一张，那只有说
X870E Pro-ART 了啊，这个跟颜值和设计都没有关系啊，就只有说它合理使用 USB 4的控制器，支持 DP-in， 能够从 USB 4去接口输出读显信号啊，一线通解决了高速接口和读显的识别信号，让人加钱加的心服口服。按照这个标准再去看其他的高级型号，你觉得都做的什么玩意啊？那至于说 9950X 3D 呢，我们将这颗 U 定义为一个情绪价值 U 啊。如果说你就想要名义上最好的 CPU， 而且实际上也不怎么用电脑，那就去买它吧。但是由于这个是一个不对称的双 CCD CPU， 如果说哪天发现这玩意的游戏帧数打不过 9800X3D， 不要犹豫，赶紧上闲鱼去买一个付费调优的业务，最好是有 B 站知名 UP 主背书的。虽然说某些同行2025年还在建议去关闭虚拟内存，但是不要紧，你都花钱了，就应该先相信，再相信，最后相信。好了，那这期就是我们给大家闲聊一些版优的推荐。当然呢，如果说你不知道选择什么电源的话，可以看看海运的电源啊。我们进一段海运的广告。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 GC650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终端 Core 650、750 ATX 3.0，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 钛，高端 Focus 850 1000 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TX 信仰型号。别忘了我们的小大点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你们简单中分照。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情况，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号“传个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上淘店铺传购的数码。这是传购，我们下见，拜拜。